Hey guys, this is the episode 20 of eMath video, and in today's video, I'm going to explain in Mandarin. 事先声明，我的数学是用英文学的，所以如果有什么地方讲到不标准，有什么语病或者是一些 term、一些词、一些术语用错的话，请大家多多原谅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求4乘以根号下 4x 加1等于 x 的平方减掉1的实解。其实在1个星期前我已经用英文来解释过这个题目了，不过因为这一题很有趣，所以我打算用中文再讲解多一次。好，首先我们把两边都拿来除以4和4就会被约减掉，所以左手边我们就有根号下 4x 加1，右手边就是一个 x 平方减掉1除以4。有看过我上次视频的人都知道，如果我们现在两边都取平方的话，虽然讲平方和平方根可以互相的抵消掉，可是我们的 x 就会去到4度，我们就会得到 x 的最高名数是4。当我们有这个4阶的方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非常的难解。如果我们把左手边和右手边都当成个别的 function， 也就是函数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现到，其实左手边是右手边的反函数。我现在证明给你看啊。假如讲这个是我们的函数 f，OK， 函数 f 等于 x 平方减掉1除以4。那么当我们要找它的反函数的时候，我们就我们就让 f 的反函数等于 y。所以当我们取 f 的 y 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回 x。然后我们把这一个式子里的 x 都换成 y， 我们就会得到 f 的 y 是 y 的平方减掉1除以4，让这个成为我们的式1，这个是式2。我们可以看到式1和式2的左手边其实都是 f 的 y， 所以当我们把两个代入的话，我们就会得到y 的平方减掉1除以4是等于 x。然后我们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的是这个 f 的反函数 ，f 的反函数就是 y 嘛，所以我们就要 express y in terms of x， 我们要表达 y， 我们要用 x 来表示 y。好，首先我们把两边都乘上4，所以4和4可以约减掉，我们就有 y 的平方减掉1等于 4x。现在我们两边都加上1，我们就有 y 的平方等于 4x 加1。最后我们两边都取平方根，我们就有 y 等于平方根下 4x 加1。所以 f 的反函数就是根号下 4x 加1，是不是跟我们左手边一样呢？现在我们从这边得到一个很有用的线索，就是函数 f 和它的反函数是相等的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有什么用呢？当我们把这个函数画在一个 graph 一个图表上，假如讲这是我们的函数 f， 因为它是一个2阶的方程。好，所以函数 f 大概长这样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把它的反函数同样画在同一个图表上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是在这条线 y 等于 x 的 reflection 的反射，所以 f 的反函数的 graph 会是在这边。可是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这个 f 的反函数这个函数本身，它是一个平方根的函数。然后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平方根底下的号码是一个负数的时候，那这个整个平方根它就会是一个虚数，对不对？不过因为这个图表这个 graph 它不是一个complex plane， 它不是一个复数，它不是一个 complex plane， 所以在 x 轴底下的点我们都不可以画，所以我现在把这里擦掉。这就是它这个图表该长的样子。现在我们仔细看这个图表，我们会发现到 f 和 f 的反函数在这个y 等于 x 这条线上面有一个交叉点，也就是说 f 和f 的反函数在这条线 y 等于 x 上有解，而且这个解是一个实数解，就是像题目吗？我们要一个实数解。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写成f 乘以 f 的反函数等于 x，这
个线索就非常的有用了，因为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式子，也就是 f 的 x 等于 x 跟 f 的反函数等于 x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只需要过滤一边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到我们的 x 了。把 f 和它的反函数带入这里，我们就会得到这两个式子。其实它们是一样的。好，比方说这个，我们把两边都取它的平方，这个平方和平方根就能够抵消掉，对吗？而且我们也不会拿到 x 的4次名，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，我们就有 4x 加1等于 x 的平方，把 4x 加1搬到另外一边去，我们就有 x 的平方减掉 4x 减掉1等于0。这就是一个二阶的方程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Brahmagupta's formula。OK， 这边呢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把两边都乘上4和4可以约减掉，我们就有 x 的平方减掉1等于 4x， 把 4x 搬到另外一边去，我们就有 x 的平方减掉 4x 减掉1等于0，是不是两边的式子都一样？我们现在只需要把它带入我们这个二阶方程的 formula 的公式，就是 x 等于负 b 加或减根号下 b 的平方减掉 4ac 除以2乘 a， 然后在这个式子里面，我们的 a 就是1 b 是一个负4和 c 是负1，对不对？现在把 a b 和 c 都带入这个公式，我们的 x 就等于负4加或减根号下负4的平方减掉4乘1再减掉负1除以2乘1，是不是？负就得正，所以我们就4加或减根号下负4的平方就是一个正16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这个负也是得正，所以我们加4除以2乘1就是2，4和2可以约减掉，我们就是一个2加或减16加4是一个根号下20除以2。这个根号下20，我们是可以把它 simplify， 可以把它弄到更简单的。好，我们知道20就是4乘以5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写作根号下4乘以根号下5，4的平方根就是2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2乘根号下5，所以我们就有2加或减2乘以根号下5除以2，2和2可以约减掉，我们最终得到的就是2加或减根号下5，这就是我们所算出来的 x。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，还记得我们之前画那个图表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个实数解，可是现在我们有两个答案，也就代表着我们有其中一个答案其实是错的，我们会得不到一个实数解。因此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两个 x 都带入我们最原本的这个式子，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答案。当 x 等于2加根号下5的话，我们把它带入我们原本的式子，4乘以根号下4乘2加根号下5加1，这个等于还是不等于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放一个问号在上面然后把这个放在这个平方底下，加根号下5平方减掉1。现在召唤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的小宝贝，左手边是16.9443。我们还是不知道它是不是相等的，然后右手边是16.9443，所以左手边和右手边是相等的，因此 x 等于2加根号下5是一个实解。那么当 x 等于2减掉根号下5，我们就有4乘以根号下4乘2减根号下5，然后加上一个1。我们不确定是不是相等，然后2减掉根号下5的平方减掉1，左手边我们会得到一个0.9443，那么右手边我们会得到负0.9443，所以很明显它们是不相等的。我们这里做一个结论 ，x 等于2加根号下5是这个式子唯一的实数解。好，来讲一下我今天的感想。这是我第一次全程用华语来讲解，所以我也是要找很多的资料，要很多翻译。不过其实我发现到，其实数学它本身是一个很概念的科目，所以不管用什么语言，只要我们能够表达它的 idea， 其实还是能够被传达的。最后，我也在这里祝所有的Form 5、Form 6还有高2、高3的学生们开学快乐！